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是国产疫苗全球打脸，疫苗外交满盘皆输，这倒不是个意外的结果，抱歉。然后第2个主题是中共党庆高压维稳，各地平生重大事故。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花了蛮多时间去总结先说第一个主题，疫苗外交。那么先说巴西的情况，巴西现在是全球第2大，这个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已经超过40万人。那么现在这个国家巴西的疫情的严峻已经成为除了印度以外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这次疫情当中，巴西呢成为这个中国疫苗海外实验的基地中国也为巴西提供了最多的疫苗。那么4月27号，巴西经济部长在他们的卫生会议上说中国人发明了新冠病毒，他们的疫苗不如美国有效，美国人在研究方面已经投资了100年，辉瑞疫苗比其他的更好。讲完了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就去抗议那么这个人本人呢，他是3月27号接种了这个科兴的疫苗。巴西目前有4款疫苗给民众接种，包括科兴、辉瑞、阿斯康AZ阿斯利康还有一个就是强生那么但是呢，现在巴西的疫情高涨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最典型的是4个国家：蒙古、塞舌尔、智利、巴林。那么根据这个数据跟踪项目，叫用数据看世界，叫 Our World in Data。塞舌尔、智利、巴林和蒙古，他们现在接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0%到68%，其中塞舌尔全世界第一，68%都超过，覆盖率全部超过美国。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截止上个星期，这4个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里面全部列榜排在前10名那么对比美国，美国大约4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大部分接种的是辉瑞和这个 Moderna。那么病例在6个月之内下降了94%。那么塞舌尔、智利、巴林和蒙古，他们寄希望于比较容易获得的中国疫苗。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打疫苗但是这4个国家主要是用了2种，一种是国药，一种是科兴那么其中塞舌尔的疫苗接种率世界第一，但是塞舌尔每100万人确诊病例的数字是716，他打的是国产疫苗。以色列排在他后面，就是疫苗的接种率排在塞舌尔的后面，世界第2，打的是辉瑞疫苗。以色列100万人确诊病例是 4.95， 就是5%吧，一个是5%，一个是716，就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概念一个是716，一个是5，就这个就这个情况那么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彦说，如果疫苗足够好，我们就不会看到这种模式，中国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是去年启动的疫苗外交它不断的向国外输出疫苗，承诺提供这个有效的疫苗来抵抗武汉肺炎疫情。中国还大肆宣传中国体制取得的成功那么中国的疫苗是又得名又得利这个时候呢，美国在干什么？美国还在疫情中翻滚，无暇他顾那么总部在北京的一个咨询公司叫波瑞智咨询公司，他在跟踪中国的疫苗输出他的统计分析是中国的疫苗输出数量庞大，绝对是个大生意。截至5月17号，
中国向80个国家和3个世界组织捐赠疫苗，捐赠多少？1830万，1830万真的非常少。但是中国向40多个国家出售了多少疫苗？6亿，6.83亿剂疫苗。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售这么多的疫苗？就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那么中国在采用全面封停这种方式，最早就控制了疫情。那么疫情控制之后，那么中国民众并不急于这个接种疫苗，这是第一个情况。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真的要打疫苗，中国根本就不够，根本就没有疫苗出口的空间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并不急于说要全面的打疫苗，当然屁民也不重要，所以中国也不太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他先去出口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疫苗本身也有优势，优势是什么？科兴，你比如说科兴，常规的冰箱就能保存啊，那么对比较穷的国家来说啊，这个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方便使用。Moderna 是零下20度，辉瑞是零下70度啊，那么要满足这种运输条件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么所以它在这个时期呢，中国基本上没有对手，没有竞争对手啊。那么第3个是5月7号，中国国药国药的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啊，这是坑人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把关不严啊，那么并且取得了参加这个 COVAX 的这个资格，后来世卫又批准了科兴啊。那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出口疫苗来，出口是卖的啊，捐赠才是免费的。那么这个波瑞智咨询公司统计发现，中国向全世界，它不6.8亿嘛，6.8亿很多的，全世界4个区域提供疫苗。那么其中呢，亚太地区跟拉丁美洲这2个区域，中国这个输出的疫苗最多。那么其次是欧洲和非洲。那么虽然欧洲、非洲的比较少，但也有30多个国家。那么中国出售疫苗几乎是捐赠的40倍，所以其实呢，喊得好听，其实是只捐赠了1800多剂啊。那美国上来就是5亿，什么情况？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啊。那么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是2个最大的买家，受捐助国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啊，也包括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啊。那么中国的疫苗外交目标基本上是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那么低收入的国家主要是有求于中国啊，这个给我一点呗，买便宜一点给我呗，这有求于中国。那么中等收入国家呢，主要是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有价值，就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是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啊。那么中国在疫苗外交中主要考虑的是什么？主要考虑的是美国因素，就是考虑哪些国家我向他输出疫苗有利于他和美国竞争。所以这就有心人，就这个怕就怕有心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啊，有3类国家。第一个，拉丁美洲在疫情中受到重创，但是他没有钱，也买不到这个辉瑞疫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盟当中谁最想买？匈牙利买不到疫苗，买不到美国的疫苗和欧盟的疫苗，那怎么办？就转向中国。那么对中国来说是好机会，而匈牙利真的帮中国扛了不少事儿，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背后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疫苗这件事情就给匈牙利给办了。第3个，和美国比较疏远的是谁？土耳其
土耳其呢跟美国比较疏远，中国跟土耳其之间呢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新疆问题。因为新疆问题，中国跟土耳其关系不好，但是呢，中国呢要想办法缓解它跟土耳其的关系，就上疫苗。所以疫苗外交，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嘴巴上讲讲看，不是的，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呢，中国的疫苗外交实际上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巨大的成功，一方面又挣了钱挣大钱，另外一方面又在外交上获得了实力。你看，匈牙利帮中国扛了多少事情，对不对？那么在新疆的问题被西方国家骂得稀烂，中国在新疆问题非常被动，而在这个时候，土耳其不吱声。土耳其，你想，新疆维吾尔人跟土耳其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是远亲，算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居然土耳其不吱声，为什么？疫苗外交。所以疫苗外交，中国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疫苗是有效的真的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抵御这个疫情。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中国的疫苗无效。那么我们之前报道过，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其实他是一个流行病专家他邵一鸣在6月6号在跟媒体说中国确实存在打了国产疫苗还被感染的情况。他就编了一个故事编了个什么故事呢？说疫苗分3种，一种呢是防护性的，就是能够抵御感染，这个预防感染，保护这个接种者不感染。第二种是这个防发病的，我只保护你不保护你感染，但是我防止你这个病会变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防传播的等等。这个是邵一鸣编的故事，瞎编的故事。然后他就说呢，中国是第2种，就是只针对发病的，不针对感染。所以呢，中国的疫苗呢，就不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感染。邵一鸣编的这个故事呢，当然是为了让中国疫苗的真相看上去没那么难看。但事实上是什么？他说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疫苗根本没有效果，因为疫苗就是提供保护的，如果不能提供保护，什么后面讲的那堆全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所以中国的疫苗是无效，它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保护接种疫苗的民众免受这个病毒感染，它做不到这一点，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疫苗，实际上就是无效疫苗。那么邵一鸣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中国已经接种已经超过10亿，但是再进行大规模的接种也不能够形成群体免疫，因为它不能够提供有效保护，那么它不能够阻断这个感染链，所以它不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中国要把这个出入境管控措施一直延迟到明年年底，就是2022年年底。原因是中国的疫苗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当然，中国的疫苗没有效果，它在国内洗脑也罢，各种也罢，那怎么说也罢，反正就是忽悠也罢，都行。因为媒体掌握在他手里。但是中国的疫苗你想一下，输出了6亿8千剂，这6亿8千剂全打的不知道有多少亿，反正是以亿为单位的人的身上，那这个疫苗无效肯定会暴露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案例表明，中国疫苗不能提供有效保护，很多人打了疫苗仍然被感染。举个例子，蒙古我这举的所有的
实际的例子全部来自《纽约时报》啊。蒙古31岁的矿工奥特贡加盖尔在接受第2剂国药疫苗1个月之后病倒了，然后这个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住了9天，最后他出院之后，他说中国的疫苗没有用啊。那么中国利用疫苗外交扩展它的影响力，习近平说要向全球输出这个全球公共产品，这一副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大话啊。那么蒙古呢，也就抓住这机会，给他的国民这个获得了几百万疫苗，然后就开始打。那么蒙古是完成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啊。那么已经接种已经达到52%，但是上个星期天，他也感染了多少？新增案例是2400例啊，1个月前的4倍啊。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叫彼得罗夫斯基啊，他说根据所有的证据，有理由认为国药疫苗对遏制传播的作用很小，他是客气话。他说中国疫苗接种一个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是接种者有可能很少或者没有症状，但仍然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他说我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复杂性。你想一下，你打了疫苗，然后你还会被感染，而且你被感染之后还没有症状，还会传染给其他人，什么情况这个啊？那么印尼医学协会这个风险缓解小组说，最近有350多名医生和卫生保健人员患上了武汉肺炎，尽管他们全部都接种了科兴疫苗。在全国范围之内，2月到6月7日间有61名医生死亡啊。这个协会说，其中10名医生这个接种了中国疫苗啊。新加坡医药服务总监麦希威在记者会上对科兴疫苗提出质疑，说这不是辉瑞的问题，这是科兴疫苗的问题啊。巴林和阿联酋是最早批准国药疫苗的2个国家啊，甚至他们在这个3期临床数据公布之前就已经批准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巴林和阿联酋都开始大规模的接种，然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接种疫苗以后，然后被感染的这个患者啊。巴林政府和蒙古啊其他国家政府一样，说巴林王国的这个疫苗推广计划是高效和成功的，但是巴林和阿联酋同时宣布，他们将会提供第3次加强注射，选项就是辉瑞和国药。然后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什么？说最近这些国家就是注射了这个中国疫苗的国家的发生的疫情和疫苗之间没有关联。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有些国家疫苗接种率还没有达到这个防止疫情爆发的水平，他们还要继续实施防控措施等等，讲了一堆的话。最后呢，外交部用了邵一鸣的说法，他说中国疫苗是针对重症而不是传播啊。你看现在中国疫苗外交被自己的劣质疫苗打脸啊。还是那句话，做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那些把中国疫苗当作救星的亚非拉国家，现在被中国疫苗坑苦了。这些国家继续表面上看上去还继续在敷衍中国，甚至帮中国疫苗说好话
那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当初选择的错误，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离开中国。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血淋淋的人命啊！现在呢，全球疫情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各国复苏的程度取决于2件事。第一件事，疫苗接种的比例是多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取决于你接种了什么疫苗。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疫情分为3组第一组利用各种资源获得辉瑞这个 Moderna 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的这些疫苗的富裕国家，这是第一组，他们最快的恢复。第二组就是那些大多数公民都没有办法买到这个疫苗，或者是没有办法获得疫苗的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也会慢慢的接收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疫苗的援助，所以他们是第二类第二类比较惨。那么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是完全接种了疫苗，但是疫苗效率没有的国家，就是打了中国疫苗的国家，这是第3组。第3组的情况比第2组还要坏那么中国和接种了中国疫苗的90多个国家，最终可能会被排在第3组。他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在几年之内，都会连续的封锁、检测和日常生活的限制，经济会继续受阻。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公众开始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那么说服大家去接种中国疫苗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美国出场了美国总统拜登6月10号宣布，美国将额外购入5亿剂辉瑞疫苗，援助全球100个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他强调，这一行动并非出于任何政治动机或利益。他呼吁世界各民主国家为终结疫情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然后其他国家也开始援助。那么美国会现在就成为疫苗的主要的输出国，形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除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翻脸之外，它的疫苗外交最终把那些穷国和地缘政治关键的国家全部都给得罪了。所以这个造假害死人吹牛逼也害死人，关键的时候还是要看真功夫。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中共党庆中共党庆我们现在会每天都会讲一点中共党庆快到了今天是25号，那明天还有5天时间就到了但是各地重大事件不断，最新的是什么？河南商丘它有一个武术馆，6月25号凌晨3点突然发生火灾。虽然火灾有名的这个振兴搏击俱乐部里面的学员经常参加当地电视台的演出，这个武术馆也办了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那么这里面参加的都是谁呢？都是武术夏令营的这些孩子。所以呢，死亡的人的人数，他的武术馆当时有34名学生，都是住在武术馆的2楼。然后这些火灾里死亡的人，死伤的全是这些武术馆里寄宿的学生，7岁到16岁之间，那家长真的要哭死。那么7月1号是中共100年大庆那么全国各地都在营造一种繁荣盛世的景象，但是这接二连三的重大事故让人感觉到中国社会不安定、不稳定、不可靠最新对上一次就6月13号，6月13号是湖北省十堰市发生的燃气爆炸。燃气爆炸呢，总书记习近平批示
说这个近期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校园安全事故，要求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100年营造良好气氛。这个批示刚写完，才10几天，这河南又开始这个火灾。那么实验室的这个燃气爆炸呢，是25人死亡，37人重伤，101人轻伤啊。然后各地就开始上紧发条啊，然后就开始各种措施。上海市下令企业从6月20号0时到7月2号晚上11点，暂停一切非必要危险货品的运输。我们之前有网友说过，不让运输危险货品，他们半导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干了。然后大连要求6月21号到7月2号，各行各业要超长管控措施，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然后安全生产委员会21号派出16个督导组赴各地展开检查，那么排查治理重点行业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为建党100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那么督导查什么呢？矿山、煤矿，这个非煤矿山、消防、危险化学品、工贸、燃气、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学校、道路交通、水上运输、道路运输、渔业船舶、旅游、特种设备、体育15个重点行业和领域啊。有用吗？没什么用啊。为什么？你看一下中山社今年统计了一下，步入6月份，中国官方自己报道的重大公安死亡事故，迄今为止6月份进入6月份已经发生了14起啊。我读一下，兰新铁路与施工人员相撞，兰新铁路的列车直接撞到施工人员里面去，9人死亡。6月4号，河南鹤壁煤电发生这个瓦斯爆炸，8人死亡。6月10号，山西忻州代县透水，铁矿透水，受困13人全部罹难。6月12号，贵阳这个发生这个泄漏，化学品泄漏，8人死亡，3人受伤。然后6月12号，这个陕西宝鸡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侧翻，3人死亡，7人受伤。6月13号，实验室大爆炸，煤气大爆炸。6月13号，四川益丰检查这个废水池，6名员工死亡。6月13号，石家庄塔吊发生意外，2人工人堕亡，4人工人受伤我就不念了。然后中国官方媒体说，现在很多个省陆续下命令，6月份反正只要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一律提级调查，从快处罚，然后涉事企业一律停产停业整顿，严格验收后方能恢复生产。总之就是顶格，这个时候所有人出事了都要处罚。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是不是一党庆这个各种事故就多呢？其实不是的。其实呢，6月份发生了多少起啊？他说的是10几起14起。6月份到现在为止，6月份还没过呢，现在还有5天呢为什么发生14起？实际上是这样，中国各地都在发生这些事情，这是每天中国都在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以往我们都看不到，都没有人看到这些事故。为什么？媒体不报道。本地媒体可能会报一下，
或者是本地媒体可能会报一下什么呢？报道一下类似领导去抗震救灾啊，类似这样的新闻，也不报道事故本身，所以大家不知道。那现在为什么就出来了呢？现在出来的原因是之前发生了一系列这种重大的事件，5月份、4月份一系列各种重大事件不断的发生，这个大家就很关注这件事情。一关注这事情，这是互联网时代，一关注大家就传，一传就包不住没办法还会爆一下。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所谓的中国安全的这个完全是错觉，其实这就是中国的真相，而且还没有全爆啊，就是还小的那些，你现在看的都是死很多人，那死1个2个的都不一定上得了。所以现在的这就是中国的真相，真相就是这样。我都经常讲过，如果中国每一起事故，社会安全事故，包括只要是死人或者突发，甚至是这个凶杀案，都会在媒体上出现，甚至像美国全国像 CBS 这种全国性的广播公司直接现场直播这种情况，如果每天中国都在按照美国的新闻媒体的标准都报道的话，我都说过，比如说一份省报，不说别的，就是说江西日报，江西省的省报，他如果江西省所有的刑事案件，死人的不死人的这些案件全部都登上他那份报纸的话，意味着什么？江西日报从第一面到最后面全是刑事案件，你信不信？就是这样，这就是情况，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真正的治安现状。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治安比较好，还是那句话，你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上，这个城市发生的其他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你只接触到你生活的那2点一线或者3点一线上，你看的东西是非常少。真正要了解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机构，就是媒体。但是如果媒体不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是真的不知道全国的情况、全省的情况、全市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请大家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情况：北京昨晚大暴雨，城内放烟火、彩排，庆典歌舞升平。城外暴雨成灾，黑风袭来，同时冰雹从天而降啊！情况：上海中环隧道一辆小轿车失火，车内一女子惨叫致死，有人围观拍视频，无一人下车施救，油管有视频渗入。没有人救亡，没有人帮忙救一下嘛？情况：坐标台湾，今天去市场买吃的，看到有摊贩贴出同岛一命，行善积德，内心被触动了一下。现在生活除了外出要戴口罩，其他基本没有影响。该干嘛干嘛，疫苗慢慢进来，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没有人知道10年前的311捐款，日本还能寄到现在，目前又承诺捐赠台湾100万剂疫苗，这就是行善积德。台湾没人认为这叫乞丐疫苗，除了国民党那些吵着要带队去中国打疫苗，却自己偷偷打 AZ 的第5纵队以外，太太最近怀孕，我们都爱台湾。好，恭喜你啊！我就觉得国民党很恶心但是国民党的恶心需要台湾人民看清楚才行光他恶心不行，要所有的台湾人都明白国民党有多恶心，还有就是那个台湾市长有多恶心，下次不要选他了
观点：台湾的国民党一些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唱衰台湾缺疫苗，一直要进口中国疫苗，还说自己先打中国的疫苗，然后莫名其妙摇身一晃一变，就突然变成了一些跟国民党比较亲近的医院的职工优先打 AZ， 身体的诚实度恶心到了极点。情况：墨西哥总共买了3500万中国疫苗，上周本人错过了 AZ， 拒绝了康希诺，这周打到了辉瑞第一针，很开心。康希诺还在我所在的州招募志愿者打疫苗，而且打了就给300比索。几个月前疫苗处在实验阶段还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墨西哥很多偏远的乡镇都打了康希诺。更让人担心的是，墨西哥整个教育系统打的全是康希诺，大概400-500万人。再打 AZ 吧，赶紧再补吧，补针吧，那怎么办呢？墨西哥怎么会？美国应该帮助墨西哥美国应该帮助他，尽快的帮助他，怎么会去打康希诺呢？情况：一个认识的人，一个基本没有逻辑思考能力的半粉红机场员工给我说，叫我去打中国疫苗，还自豪的说他已经打了4针。Oh my god！ 我首先想到的，你不怕折寿？情况：我一边听着王先生的直播，一边在去打康希诺的疫苗，既无奈又可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没有别的选择吗？情况：国企事业不打疫苗就被辞退，我不打要注销我的法人，我一直在等进口疫苗。OK， 情况：今天收到一个视频，记者质疑卫生部长，为什么去年12月在没有通过美国药监局批准和世卫的批准，却签了购买合同，而且在和瑞士注册的一家中间公司12月8号签，但该公司却是12月10号注册的。部长支支吾吾没有给出答案。哪个国家？这在哪里呀？这是哪个国家的呀？卫生部长。情况：香港大学医学研究院跟踪研究了辉瑞疫苗和科兴疫苗接种后的抗体情况，注射科兴后产生的抗体几乎测不到就是这样，很容易测科兴在香港不是在打吗？去测看看有没有抗体。情况：在墙内论坛流帖，灭活疫苗万岁，科学性党，结果被封号，压根就不允许质疑，反讽都不行。你以为他不知道吗？灵敏得很，共产党的鼻子比狗还灵。观点：昨天某强国航空飞新加坡，着陆前空乘穿起防护服作秀，问他们打了疫苗没有，他们说打了2针，然后问回去需不需要隔离，他们说需要隔离14天。基本逻辑推理的结论就是疫苗没有效果，都2针了还得隔离2周，连13天都不是，真的佩服他们演戏能力。冷笑对你都打了疫苗了，你怕啥？情况：坐标英国英格兰西南小镇，今天25号下午去接种第1剂辉瑞疫苗，基本不用排队，进去确认了身份就被带去注射，只用了10分钟不到。目前胳膊微痛以外没有任何副作用。反观家里的父母，整天吹嘘所谓国内疫苗接种数量创新高，但单位2次组织打科兴疫苗，却都以感冒为由拒绝接种。OK， 他们懂的观点：王先生说的很对，国内已经丧失了谈判能力、判断能力。我在澳洲，去年封城在家做了一点关于澳洲生活的视频，放油管上，经删减后也会发在国内的平台，不带政治倾向，最多就是中澳疫情对比，但还是会受到国内网友的冷嘲热讽。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深刻，很长，而且文笔不错，不是无脑键盘侠那种喷子。他应该很年轻，并不是看透一切，心灰意冷，而是很理智、坚定的选择认同。
语言充满着诚恳、温和，甚至感到谦卑，洗脑被洗的素质这么高，这么有教养。情况，地方真的没钱了。坐标珠三角，2线城市农村，村里开始在出入口的地方安装闸机。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前几天吃饭的时候跟亲戚说这个事儿，才知道为了过段实际进出村的小车都开始要收费，收停车费，本村的车都要收费，而且周边的镇都是这个情况。地方政府真的没钱到要收村里的停车费度日了。观点：打中国科兴疫苗保护力低，让人体免疫下降，反而更容易感染新的 Delta Plus。防护率过低的疫苗本身也在筛选病毒，让病毒更难对付。有些人以为打了疫苗更肆无忌惮，不知道防护，这种毒疫苗打了比不打更危险。世界应该联合抵制它。这个观点我看到过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澳洲大学的那个教授说的，打了这种疫苗的，他的问题就是你感染之后没有症状，然后你还以为它有防护，你又不知道你感染，然后你还会传染，这个更坏。观点就像王先生之前打完疫苗时讲，我没有能力去判断疫苗有效性，我只能选择相信政府，是这样啊。观点不同于王先生对美国应该庇护王立军的观点。首先，庇护的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普通技术官员也就算了，像王立军这种亲自破坏个人权的人，美国法律禁止庇护。其次，庇护他严重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当年的纳粹科学家如果亲自参与过迫害和集中营项目的，美国都拒不接受，更别说像王立军这种人。如果为了这么一点机会主义的政治好处，就去庇护一个严重危害人权的刽子手，美国怎么对得起山巅之城的公益应许？这个角度，这个观点非常有道理啊。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角度更多的是从美国的实用主义出发，就是说有高官跑得来，那它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它也意味着会鼓励更多的高官出逃。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这个网友的观点，我觉得他比我的角度这个视野更开阔，我非常同意这个网友的观点啊，说得很好。所以你看我们的网友多厉害。情况，国内除了医科大学毕业人士，大部分民众迷信中医，不论学历高低，不否定中医在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但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西方医学明显具有科学性，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已经失传，只有极少数优秀中医存世，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见到，能见到的通常是职业骗子而已。希望王老师有机会给他们看您的视频，在国内翻墙的网友科普一下。我们有专门有个视频，就讲那个中医的视频。中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啊，它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关于我们专门有一个中医的这个视频，好吗？情况，朋友打了疫苗去新疆玩，每去一个城市都要测一次核酸，然后还是在中途抓住隔离了，说同航班有人接触过疑似患者。从旅行社了解，去那边玩因为各种情况被拒绝进入城市和隔离的人特多，这不是个例啊，新疆就不要去了啊。情况，法国政府刚刚发声明，打过辉瑞Moderna 强生疫苗允许进入法国，打了中国俄国疫苗不可以啊。情况7月5日23时59分开始，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员进入加拿大不再需要隔离。这些人员接种疫苗的国家不限，但只承认辉瑞、Moderna
阿斯利康和杨森4种，杨森就是强生啊。提问，请问马老师，前一阵子赵立坚指责军运会美国运动员传播病毒，现在为什么不炒作这个事情了？谢谢。继续炒啊，可以炒啊，拉仇恨，多拉几个仇恨呗。你觉得还会炒吗？我觉得不大靠谱吧。中国手上没什么牌，中国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反应式的外交行动，就是美国做一个动作，他做一些反应；美国做一个动作，他就骂大街。基本上中国是在反应式的外交，所以他再去炒作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他现在自己都忙不过来，还进攻呢。提问：世卫批准中国2款疫苗，现在出事了，世卫不用负责任吗？我觉得世卫是要负责任的，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他提供给世卫的报告是不是在作假，对吗？这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他给世卫看的那个报告是不是真的？我怀疑他就不是真的，那些数据他在造假。情绪感觉中国生产事故一直都有发生，只是不报。现在爆出来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开始躺平待政，没力量去盖这种事情，也给压力中央要钱，没有后面这个就不对啊，不存在啊。政府还躺平，给压力中央要钱，开国际玩笑，直接给你灭了啊！地方政府做不到这种事情，这个关系不是这样。情况：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关于访客进入领馆是否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回复是：无论来申办签证或其他领事事务，还是参加领馆的公众活动，都无需核酸检测报告。为什么？因为领馆的人全打了疫苗啊，对吗？所以他不需要啊。情况：昨晚去朋友家，他问我打疫苗没，我说没有，他说他打了1针，后悔了，打完之后头昏沉沉，像喝了酒一样，反应慢。他的朋友打了之后，左手臂出现大量疱疹，开始蔓延至大腿，官方解释是个体差异，投诉无门，只能自认倒霉，而且还不报道。情况：打4针国产疫苗的事还真不是笑话。我前几天和同学聊天，他是深圳做车间主任，他开党组织生活会时，被公司领导要求去鼓励车间的工人积极打疫苗，于是他就去和工人们了解疫苗的情况，结果竟然了解到有人打了4针，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说，国内疫苗抗力不如进口的，多打几剂就好了。情况：我在深圳打科兴第2针，明知道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不得不打。未来政府可能会出台不打疫苗哪儿都不让去的情况。还是打吧，疫苗还是要打。虽然它没什么用，但是还是要打因为综合考虑还是打不打更有利观点：最近几年全球前50名药厂可以看见中国身影，但看看研发投入与收入之比，立刻暴露真相。理论上，国产灭活疫苗生产速度远不及 mRNA 技术，但看新闻已经打了10亿剂，我就很怀疑这有效性。我也是同意，我也是这么怀疑。你想一下，出口了6.8亿，我就算7亿吧，出口了7亿，然后自己打了10亿，一下就生产17亿出来。灭活疫苗是什么？你要培养病毒，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病毒，你得培养，然后把它弄半死，然后再来生产。你能一口气搞个10几亿，这个我觉得难以想象，我是怀疑这个的啊。情况：坐标新西兰，上周打了辉瑞第1针，手臂酸了1晚，第2天就好，等3周后打第2针。新西兰目前只进口辉瑞，订了1000万剂，人口480万，理论上
全都能打到，很幸运可以打到世界上最好的疫苗。打疫苗不只是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周围的人，非常正确。情况：东北五线城市社区组织退休党员宣誓，老妈80多了也被要求重新宣誓。OK。情况：赞比亚中国华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已经超过10人，确定其中有3人是打完2针后感染死亡。昨天赞比亚如果排查销毁中国中药莲花清瘟胶囊。情况：昨天和朋友聊天，他很骄傲地说，他儿子幼儿园回来跟他说要打台湾活捉蔡英文，这才幼儿园就被洗脑变成小疯狗。朋友还很骄傲地说，变成小战狼也比当外国人的狗好。难道他不知道他和他的孩子是共产党的韭菜吗？好吧。观点：对王先生的节目提个建议，建议王先生在 YouTube 频道的社区或者推特上整理一份往期节目列表，最好能加上链接，便于观众们搜索往期节目。由于王先生节目太多，搜索往期节目对于观众来说有难度。很多往期节目有很多精彩的观点和论述，但一旦时间久远就很难找出来。若是能够有一个网站把往期节目加上 tag 进行分类整理以及搜索功能就更好。这是个很棒的建议，我想一下来做，看看能怎么做这件事情。谢谢你谢谢，我来规划规划。我不是个技术男，所以我要找人帮忙才行。情绪：前几个月王老师就质疑中国疫苗，当时很为王老师捏一把汗，因为这样冒很大的风险。现在看来王老师不仅水平高，更有胆识谢谢你肯定。情况：王老师您看到没？河南一家武术馆发生火灾，死了18个孩子，太痛心了。是的，我看到了YL 谢谢。直播间可以添加一些吗？表情可以添加一些吗？有时无法表达我复杂的情绪，赞助一下新表情。好的，好，我们看一下Tiger 陈谢谢，何美华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